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朋友们好，这里是面具漫谈，我是你们的朋友面风。今天是2021年的3月12日，星期四。开头呢，先给大家说一个劲爆消息啊！以后呢，请叫面具人我大预言家。来看这张图，币安火币以及欧易的微博账号疑似被封。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币安呀、火币呀，还有欧易，他们的微博账号都被封了。你现在去访问，显示的是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了法律法规和微博的社区公约等相关规定，现在呢已经无法查看了。你看看啊，又让面具人我说准了吧？我说党会动币安，会动火币，请教面具人我大预言家啊！我上个月呢已经连续的做了很多期有关加密货币的节目，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观众朋友们，告诉你们，国内要对加密货币动手了。很多傻屌还觉得不以为然，结果呢又让面具人预言准了吧？这次预言中的是币安火币要倒霉了。那这几个平台面具人我也已经点名过很多次了。其实吧，也不是面具人我有预言能力，我只是呢有一些党内的消息通道。你们真的就以为住豪宅的比如猫神就是大富翁了吗？住木屋的面具人我就是普通人了吗？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幻觉，懂了没？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人有时候呀，越缺啥越显摆啥。你们有没有想过呀，我为什么能对党内和红三代的行为模式如此的熟悉呢？对共产党的每次行动，面具人都可以提前半个月到1个月知道呢？为啥呢？你们自己慢慢想啊。那关于比特币呀、币安呀，包括加密货币资产这方面的逻辑啊，面具人我已经在往期的节目中说过了很多遍了。老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面具人我判断这些事情还是非常准的。而且呢，也有很多加了面具人会员的朋友们，也确实是得到了我的一些指导。有关于自己的房子该怎么办，保命保财呀，如何出国呢？还是留在国内呢？尤其是我的会员里面啊，已经有很多是在去年看什么财经冷眼呀、王健的时候有犹豫，刚好呢看到面具人我的节目了。其他的大 V 们都在推荐换美金的时候，当时面具人我是推荐换英镑的啊。很多会员当时就悬崖勒马了呀，把他们的资产转移成了英镑。你看现在英镑是9块多，而美元呢从当时的7块7一路跌到了现在的6块多钱。换美元的人算是亏惨了，那换英镑的人现在是赚了的。听面具人的节目还是有好处的。那至于加密货币的这个事儿啊，我之前也预测准了，对不对？那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新来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看我频道的播放列表，或者是等我节目放完了以后，我把那些节目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哦。观众朋友们，党他做事情啊，向来都是慢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这个微博封杀这些交易平台的信号啊，你们要小心了，这不是闹着玩的。党不会一次性的把别人逼到绝路，这样的话会让别人打草惊蛇的。党从来都是慢慢的给你温水煮青蛙。好了，来说咱们今天的话题啊。面具人昨天休息了1天，没更新节目呀。本来我是还想休息1天呢，不过呢，面具人不更新，我这个群里面催更催得非常紧。最近面具人的身体也不太好，烟也戒了，酒也戒了，因为我查出来高血压、脂肪肝，所以呢，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了。人生的乐趣儿都没有了。毕竟我这个做新闻也算是脑力工作者嘛，喝酒再把脑子烧坏了，可怎么办呀？所以呢，现在忍痛戒酒了。说正题吧，今天要讲的事儿呀，非常的重要。这个事儿呢，对面具人我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我要讲的事儿呢，都是有关于钱的事儿，还有房子的事儿。房子的事儿等会儿再说啊。前面几个视频，面具人也提到了习近平要向全世界的华人收税了的这个事儿。习近平的这招玩的真够狠呀！包子牌镰刀割全世界的韭菜。今天的节目信息量非常的大，有两会的利好消息，降低租赁税的事儿嘛，还有就是习近平要收编 WTO 了。那么在讲这几件事儿之前呢，面具人也想讲讲，其实啊，不单单习近平要割韭菜收税，美国也开始割韭菜收税了。咱们等一下再说房子的事儿啊。面具人在这里想先宣布一下，我最近也被镰刀砍了。为什么呢？因为油管要收税了，油管要收税了，要命了，要命了！前天吧，油管发过来了这么一个邮件给面具人，很多作者都收到这个邮件了。这个邮件上面写的是所有的油管创作者，所有的油管创作者啊，不管你是在地球上哪一个地方，只要你是油管创作者，全球的油管创作者都要开始给美国交税了。哎呀，看来拜登政府真的不是闹着玩的，民主党主张要加税，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但是面具人我就觉得奇了怪了，你说加税就加税吧，加到美国头上，你美国的公司收美国的税，怎么现在全球的人都要加税了呢？美国之外的人都被加税了呢？我估计呀，过2天这些油管上面的本身就是反民主党的博主呀，要开始把民主党拜登往死的喷了。毕竟嘛，这个事儿直接伤及到了他们的利益了。那么说到这了啊，有些观众可能心里面就会在想啊，面具人怎么看这个事儿？面具人不是长期都支持民主党的吗？那这一次民主党的镰刀也割到了面具人的头上了，面具人现在应该是打脸了，活该。你看习近平搞全球收税，这拜登现在也全球收税，面具人是作茧自缚。其实吧，面具人我想说呀，有些原理你们可能不太明白。这样吧，我们先来看一下油管的这个邮件公告。我们看完了这个公告以后，面具人顺便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简单的逻辑。我一般不太想讲我自己的事儿，但是呢，为了大家避免接下来被一些博主误导，今天面具人就要给大家讲一讲油管对全球博主收税的这么一个事儿。咱们来看这张图。重要通知，你好，你之所以会收到这封邮件，是因为自今年起，最快2021年6月，谷歌必须针对支付给美国境外创作者的款项预扣美国税金。如果你有任何款项适用相关规定，未来几周内我们会请你在 AdSense 提供税务资讯。这个 AdSense 啊，是谷歌的一个结算平台啊。如果没有在2021年5月31日前提供税务资讯，谷歌可能必须依照法律法规从你的全球收益中预扣高达24%的税金。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未来几周我们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你在 AdSense 中提交税务资讯。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章的规定，谷歌有责任针对美国境外的盈利创作者收集税务资讯，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从创作者在美国观众赚取的收益中扣除税金。我们即将针对美国境外的创作者修订服务条款。从美国税务的角度来看，未来这类创作者的 YouTube 收益将视为权利金，这可能会影响收益的收税方式。谷歌也会按照美国的法律要求来预扣税金。这看起来就像是镰刀割韭菜嘛，美国没钱了嘛，找这些全球的油管创作者从他们的身上收钱嘛。你看美国发纾困金都是几万亿几万亿的发，美国这每天打预防针，每天救灾也都是需要用钱的呀，那没钱了怎么办？当然是割韭菜了呀。好，这个话咱们先放到这里。这个美国国内税收法典是个什么东西？面具人也不太懂。
咱们就从逻辑上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它这里面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如果你有提供个人的税务资讯，美国税法适用的范围可能只有 AdSense 中每月的美国收益才用扣税。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从美国赚的钱才用给美国交税，也就是说这个油管的观众是从美国看到你的视频，你赚了人家美国观众的钱，你才用给美国交税。那至于这个观众他在台湾、香港或者是在中国、韩国、日本看了你的视频，那你是不用给美国交税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呀？你在美国开了个店，然后呢，你是不是在美国本土产生交易了？那你就应该给美国政府交税。这个油管也是一样的，你油管网站或者是网店，它相当于网店嘛，你在你的频道里面贩卖你的知识和内容嘛，它等于说也是在赚美国的钱，而且呢，油管也是美国的公司嘛。然后呢，你的的确确你的观众是有来自美国的看你的节目的。那至于有些人是用 VPN 代理呀，也一样的，你 VPN 代理你用的也是美国的节点，那还算是美国的观众。然后呢，就是美国它现在因为疫情嘛，经济下滑，很多人失业，而且政府它要发救助金，它哪来钱呀？它确实需要钱呀，怎么办？收税呀。观众朋友们，就在这个时候啊，你爱不爱美国，你和美国的关系铁不铁，咱们从钱上面就能看出来了。这也牵扯到咱们中国人呀，这个劣根性呀。你看平时称兄道弟的，可是呢，一牵扯到钱的问题的时候呀，为了一点点钱就能杀得你死我活，正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呀。所以说中国的什么亲情呀、兄弟情呀、友情呀，在碰到钱的时候，都是拿钱来衡量的。财聚则人聚，财散则人散。很简单的问题嘛。咱们想一下，你既然爱美国，可是呢，美国现在有危难了，那你就应该贡献一点呀，对吧？捐助一点嘛，这也符合普世价值、互相帮助的精神嘛，对吧？而且呢，美国它这个收税，它也是提前告诉你了，你接受你就继续干下去，你不接受你也可以另谋高就。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美国它这个税是从6月份开始往以后收的，这个跟中共的完全不一样。中共是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国家赚钱都是给党赚的，都要给党交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如果说美国它只收美国地盘上面赚到的这个钱，那是很合理的。美国它无权利去收别的地盘上面赚到的钱。你的观众是澳洲呀、印度人呀、泰国人呀，人家不管，那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但是面具人，我脑洞了一下啊，那既然美国可以收美国观众产生的税，那万一以后呀，澳洲、泰国、印度各个国家都收他们国家产生的观众的税，那这也挺吓人的呀。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几天，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保守派华人口口声声的说爱美国的华人支持保守派的，考验他们的时刻到了，要看看他们有多爱国，多爱保守派呀。如果喷这个事儿的人呀，那他们就是真正的双标狗。为啥？来，我给你们说个逻辑啊。他们支持保守派吧，那我要是泰国的保守派，我就支持泰国收泰国人的税；我要是这个英国的保守派，我就支持英国收英国的税。不管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公司你是美国的公司，但是呢，在我英国产生观众了，所以呢，我也要收我英国观众产生的广告费的税。那如果每个国家都这么做，那就可怕了，是不是？当然了，这是保守嘛，对不对？我保守，我就应该保守我国家的这个税收价值嘛，对不对？还有
你看啊，这些反共大师，你要美国人帮你攻打共产党，现在人家美国人有难了，让你捐助点税，怎么了？而且不过分呀，人家是先给你提供了平台，让你赚到了钱以后，再分给他一点点税收，怎么了？哦，你赚了人家的钱了，却又一毛钱不愿意回馈社会，然后呢，还要人家帮你卖命攻打共产党。你当美国人是傻逼呢？是美国人傻逼呢？还是他们这些民主大师傻逼呢？还是听信了这些故事的你们这些观众傻逼呢？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基本尺度都不知道，也难怪这些民主大师的节目越听越傻呢。其实呢，他这个税收呀，跟美国签署税务优惠条例的国家呢，比如加拿大、美国、澳洲还有中国，可以不用交税，因为他们是联盟国家嘛，可以不用交。你没听错，中国真的是不用交，倒也不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是盟友，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签署过很多关税互惠条约。但是呀，比较难接受的就是你们看图，中国和美国是零关税，可是台湾和香港却要交30%的税。面具人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震惊了。不是说美台一家亲吗？怎么美国的镰刀挥舞到台湾头上的时候，从这个猪肉呀到预防针呀，再到互联网，是一点也不手软的呢？反而美国对中共是处处留情的呀。我们再结合台湾从美国大选前后一直到现在做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儿啊，对民主党真的是有杀亲妈般的仇恨造谣，以及之前处处对川普政府的跪舔，证明了台湾是不是被共产党压的脑袋出问题了，分不清党和国了。所以刚才面具人我才说了，人与人之间打交道，你要注意其中的尺度。你过分的捧共和党，又玩命的去踩民主党，而且呢，不断的降低台湾自己的国格。然后呢，你看，搞出来了一系列的搞笑的荒唐的事情。你靠美国反共反了半天，美国在网络的这个事情上啊，至少是油管这个事儿，他不对中共收税，可是呢，对台湾要收那么高的税。哎，你也不学学人家菲律宾，你看菲律宾在军事上也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可是呢，菲律宾总是能从中国或者美国捞到非常大的好处。哎，台湾现在民粹兴起，政治呢也是越来越贵族化、世俗化，舆论呢也比较封闭啊。大家都觉得台湾民主，可面具人我不这么认为。谁说民主就不能玩网络集权了，对不对？谁说民主的体制下就不能搞愚民，就不能搞什么阴谋论，就不能圈养韭菜了吗？就不能搞自己的这个独裁小圈子了吗？可以吧？美国也有独裁，英国也有独裁，哪儿都有这种极端的人群和组织，对不对？哪儿都有好人，哪儿也都有坏人。可是呢，台湾的人现在民粹兴起，听不进去一点点的建议，听不进去一点点的不同的声音，这个已经跟共产党差不了多少了。至少呢，某些台湾的极端粉是这样的，而理性的粉呢，我见得不多。所以台湾的政治呀，外面人说他多少也不大管用。因为他听不进去，好的坏的都听不进去。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个点，那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台湾的信息过于封闭的话，过于排外的话，那同样也会导致外界对你台湾不太关心，外界也无法跟你沟通，等于说就是一个双向孤立。那么台湾它孤立，谁最高兴呀？共产党最高兴嘛，对不对？台湾他自己搞封闭，或者是搞这种网络集权啊，搞民粹，最终受损的是自己，得益的是那些贵族士族啊。那么台湾过度封闭了以后，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经济价值，或者是地缘政治军事价值。至于它的什么文化呀、理念呀、民粹呀、双封锁，
这种下场是共产党很乐意看到的。台湾可以不用争雄世界，台湾可以不对外开放至少它的这个民粹导致了他们台湾人的思想是不对外开放的旅游开放、经济开放，这个是个正常的国家都会做的。但是呢，老百姓的思维的开化程度有多少，很难说。大家从一个点就能看出来台湾人的思维开化程度。如果说台湾人的眼界仅拘泥于在他们国内搞内斗，你骂我，我骂你，那你觉得这种人的眼界算开放吗？对不对？很明显不算嘛。好了，来说咱们今天的第二个事儿那就是两会闭幕了。这次的两会面具人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研究怎么样能让韭菜产更多的油，同时呢，如何减少给韭菜施更多的肥料。大家来听这个新闻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初见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将9年制义务教育增加到12年制义务教育。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职业技术类办学，对无法劝返复学的辍学未成年人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学有所长，对社会做出贡献。看，听懂了没？现在要把中国的教育加强到12年义务教育，乍一听感觉是好事儿，义务教育的时间增长了。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来，大家回顾一下面具人前天怎么说的。我前天的节目里面说到了奴隶主打奴隶，奴隶只有把屁股撅起来，老老实实的挨打。如果挨打的姿势不对，挨打的姿势不好，你有任何意见 OK， 你有意见可以给党提，但是提完意见的后果你自己要承担。前几天还说缩短孩子上学的周期，要搞10年义务教育，现在呢又成了12年义务教育。前几天还说不让中考复读了，看现在都给你把问题解决了。10年义务教育有意见是不是？不让复读有意见是不是？好呀，给你延长，可以给你读好学校，12年义务教育和初中直接上技校，对不对？技校出来了进工厂当技工。你别说欧美的技工，人家工资高，这是中国，工资高低党说了算，爱干不干，不干滚蛋，饿死你。你的孩子想上大学，想当研究生，出来干文职人员，不是干文职人员不是那个意思，是当文职人员你做梦吧你！轻松好赚的工作都是留给红色子女的你们这些奴才奴隶出来就奉献你们的苦力就行了。面具人告诉各位在共产党的政策上面，你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你的侥幸心理，你的小聪明都能被共产党算到你认为共产党的这些专家、心理学家、政治家、高官、大数据分析不出来你们想的是啥不？面具人我都能猜到这些底层的韭菜他心里面想的是啥。他们肯定想党有党的张良计，我有我的独木桥，不让复读，只有一次机会能考高中是吧？那我行呀，让我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加倍努力，不就对了吗？那你们还记得吗？昨天一个小学生从楼上自我了断了，知道不？这是个大新闻。你看现在的中国小孩呀，学习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呀。中国的学生我靠，拉着旅行箱去上学，结果呢考上了大学，出来了以后呢，在一个单位干了7年，然后呢没有升职，反而呢人家关系户的孩子空降到他单位1天都没有干，直接当他领导。再说了，政治问题是你靠努力就能解决了的吗？好，你说你好好学习，加倍努力，对，难道共产党没有大数据吗？他通过大数据一筛选，发现这些平民们
他们孩子的升学率太高了。那我们就把考卷的难度加大，修改教科书。共产党修改教科书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对不对？来，我告诉你们如何站在统治者的视角来看底层有意见的这种情况。底层有意见，那就证明施压的力度不够狠，证明你们这些底层垃圾还是有反抗的力量的。那我就要更加的加大压力了。所以说反抗这种事儿啊，星星点点的反抗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对付共产党。共产党他自己能明白星火燎原是有多么大的威力，所以呢，共产党他现在搞什么网格化的管控啊，严防死守。对于共产党来说，除非是一次性爆发出特别巨大的能量，直接让共产党受不了，否则呢，你有一点点意见，是不是？那证明我这个镰刀砍得还不够狠，来人，给我加大力度砍。而且刚好中国人又有这种阿 Q 精神，喜欢自我洗脑、自我安慰、自我意淫。还你的孩子努力就能找好工作了，你说这种话骗你自己，你信不信啊？你自己都不信，你还用这种话骗你的孩子呢？你可悲不可悲？共产党现在鼓励小孩捐器官，你们去搜小五月、恩诺妈妈这种把小孩子捐器官的事儿，鼓励呀，大肆提倡呀，在国内的网站炒得很火。你不信，你自己去搜搜就知道了。还有呢，要把器官捐献数量纳入创建健康文明城市的指标啊，器官捐的多了就是文明城市了。你们仔细想想，就从什么大跃进呀、文革呀、大饥荒呀、计划生育呀、打黑除恶呀，这些事情走过来，你们想想，共产党如果这个地方官员他的器官捐献指标没有达标，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会是什么下场？你还笑，你还觉得不以为然，真正死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活该，你跑都跑不掉。你们全家的心肝脾肺都是党的，你们这些垃圾奴才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给你喂了2口狗粮，你就觉得党不杀你这条死狗了？中国人呀，永远都是死不到临头不流泪，刀不砍到自己的头上，靠他那点自己的猪脑子智商呀，就想不出来被刀砍是啥感觉。死到临头了，见了棺材了，才后悔了。有的时候呢，是棺材还没见呢，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上天堂了，自己怎么就挂掉了。可是呢，死到临头，或者说是你已经被挂掉了，怎么挂的都不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去看看面具人，我报道过很多期，什么外卖小哥呀，还有那个美女呀，还有这些小孩呀，就莫名其妙的当天就被挂掉，当天就被这个分了，把它里面的器官都分了，懂了没？移植了，当天就搞定。快刀斩乱麻，这个行云流水，知道不？闪电般的速度。你们真以为共产党傻吗？你们真的以为共产党猜不到你们这些底层的奴才狗们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吗？你们啥心理？共产党吃得准得很，共产党咬死的就是你们这类人，自作聪明又贪小便宜不舍不得的这种人，总觉得你自己牛逼你聪明呢，你还牛逼呢你就是那种最傻逼的人，笑到最后的人才叫笑，懂不懂？半瓶子晃荡，觉得自己现在日子过得好得很，是不是？来骂一句习近平试试，习近平我骂，来，我都敢骂，你骂不骂？对不对？这个两会呀，最近真的是大招多多。李克强总理闭幕已经讲话了，这个讲话的信息量非常的大，看看这个视频。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切实增加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降低租赁住房税收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的缓解住房困难。你们认为这真的是好消息吗？你们自己扪心自问啊，这几年共产党是不是把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收紧了呢？这是不争的事实吧？来，你们看面具人，我怎么理解李克强说的降低租赁税的事儿啊？降低租赁税，说明这个税要全面推行，对不对？税收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是为了充足国库，为了给国家弄钱的嘛，对不对？刚出的税种，它肯定是要说啊，为了降低房租，减轻租房压力，所以呢，我们才要出台这个税。那这个税定得高了，可能老百姓又不接受了。那为了这个税的方便推广，我们把税少收一点儿。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税它本身不就是共产党推出的吗？然后呢，他现在又说我出了这个税，然后呢，我收的是不是有点多了？那行，给你们少收点儿。这不是要抢你啊，还要让你感谢他吗？哎呀，我要谢谢共产党，抢我抢的少了一点了。这明明就是贼喊捉贼啊，盗喊捉盗。这个信号已经很明显了，公租房要加快了，卖房割韭菜已经不行了，也割得差不多了啊。该买房的人都买了，剩下的没有购买力的，他需要贷款买房。但是呢，贷款买房对共产党来说又有风险，对吧？所以呢，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就是他尽量的骗，尽量的去拉升这个水位，尽量的去吸引有能力买房的韭菜进场。那至于买不起房的这些新鲜韭菜也不能浪费了。所以呢，党他就该推出房租贷呀、房租税呀、公租房这种大水池子吸水了。大城市买房的这个门要关上了。你看，现在严格禁止穷人买房了。为什么面具人我这么说？一方面严打二手房，一方面严格禁止穷人买房。它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的呢？穷人买房，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他往往都是需要贷款的，对吧？那么二手房买卖这些房东他卖的时候也是想卖一个高一点的心理价位。可是呢，你卖的贵了，别人没有那么多的钱了，他是不是只能贷款？那共产党现在直接掐断源头，贷款买房要严查了。除了专项的买房贷款，其他的贷款资金，什么消费贷呀、经营贷呀、信用贷呀、信用卡呀，这些资金哪怕是1毛钱进入了二手房交易，一旦被查出，你的房子必须是一次性结清，不然呢就收你的房子。这对于急用钱的想要卖房的人和想要凑钱买房的人来说，这是双封锁，懂了没？卖房的人他卖的就慢了，因为他要么去找能一次性全款付清的，要么呢等着去审批贷款。可是贷款现在批不下来呀，审得太严了呀，对不对？如果被查出来了，你们要把这个钱吐出来的。这也印证了面具人我之前说的，共产党他现在就是要定乾坤、分阶级，把中国人一分为二了。穷人呢就做劳动力和器官库，有钱人呢他至少还能当个监工，帮红色贵族镇压奴隶。贵族呢他就可以奴役所有的人，无论有钱还是没钱的，反正他们都用数字货币嘛。上层想要过得好，他就要吸取底层的营养，吸取底层的财富。所以呢，你们这些底层人呀，也不要幻想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你都能想到你的生活要越来越好，红色贵族能想不到他的生活也应该越来越好吗？现在全世界能消费的东西太多了，全世界能旅游的地方，能买的奢侈品太多了，凭什么人家红色贵族有权利有资源，
要把资源和钱和权力让给你们这些奴隶去花呀。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啊！你没本事，你脑子笨，你傻逼，你活该被人踩到屎坑子里面，你活该当底层啊！你牛逼了，你就不会来听面具人我的视频了，你就不会感慨你现在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的悲剧了，懂了没？你如果真的混得好，你现在应该是搂着哪个美女呢，或者是跟着哪个小白脸去逛街呢，让别人伺候你呢？你应该是在哪个高档会所里面消费呢，而不是在家里面苦逼逼的听面具人我的视频，听完了以后感觉，哎呀，这个生活还是那么的苦。我现在，不行，我也没能力改变，完蛋了，我要死了。那你死你就死吧，想不到办法是你活该，懂了没？人呐，要改变，要突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呢，它是需要机遇的。你们的机遇真的不差，能听到面具人我给你讲这么多。我虽然说话难听，但是我他妈的不说话难听，你们这帮杂碎能听得懂吗？还嫌别人说话难听啊？如果说忠言你听不进去，腻了你的耳了，那以后有你苦日子吃呢，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一切的可怕的事情，还仅仅是建立在数字人民币没有出来之前。你们再想想啊，数字人民币出来了以后，党的监控力度和对你们的资金支配能力，和对你的生死的支配能力，那是无法想象的。那就是说，要多牛逼有多牛逼啊！真的是太可怕了啊！到那个时候，你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哎呀，我说着说着，我都结巴了。我跟你说，我想起来都害怕。你们不觉得可怕，是因为你们都是猪脑子，知道吗？就像一个人拿把杀猪刀在猪面前挥，猪也不会理解这个杀猪刀是干啥的，懂了没？我已经尽力的给你们说了，那你们不信，那就等到这个刀割到你头上的时候再说吧。今天我说的是收税这个事儿，对吧？那说到这儿了，可能会有些人反对面具人，说面具人我双标，对吧？美国收税你就支持，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收税你为啥不支持？好，你记住我这个话啊。那我问你，我在美国赚钱了呀，对不对？我在美国赚的钱合我的心意呀。我觉得我一个月通过网络兼职赚个1-2万块钱，我足够了呀，我满足了呀。至于他要收税，我愿意呀。而且呢，他收税也是通过投票选票跟老百姓商量出来的，征得了多数选票的同意。中国呢，你一个月想要赚1-2万块钱容易吗？大部分人的工资还是定在3-4千、4-5千的水准。在中国，一个月能赚4-5千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而在美国呢，最底层的洗碗工一个月能赚的人民币都有2万块钱呢。所以呢，面具人我做网络兼职能赚点钱，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并且呢，这个钱我也很满意那收我点税，收了也就收了，我愿意。这点小便宜我不贪，我跟你们不一样，喜欢贪小便宜。就是因为你们喜欢贪小便宜，你们现在才能被共产党拿一块小奶酪把你们骗住，把你们圈养在中国。你觉得你能骗过共产党？你觉得你能从习近平嘴里面抢利益？那除非是习近平傻逼，要么就是你傻逼，知道不？你觉得你愿意，我觉得我愿意。哼，那畜生的我愿意和人的我愿意区别大了去了。狗吃屎也是我愿意呀。我是习近平，我看你们也不顺眼，我就是要你们穷。你们穷了以后才能为了赚钱极限的透支自己的劳动力，对不对？你们才会恶狗扑食，互相咬，互相斗。底层互斗了，那我这些统治者高高在上就能高枕无忧了呀。这就叫做安内。
安内了以后才能对外扩张呀，才能实现习近平的宏图霸业、千古一帝的梦想呀，才能对外渗透呀。你看习近平，他现在高调的宣布要统一改革 WTO 了。全国政协委员周汉民他建议区域经济合作带给 WTO 改革动力和压力的这个文章中呼吁 WTO 应该有改革的勇气，也有改革的必要。2019年，中国就制定了对 WTO 的改革建议，称为中国方案。核心有3点：第一，要维护 WTO 的地位。WTO 是战后70多年来世界和平发展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 WTO 的改革必须兼顾所有成员的利益，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第三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跃升，理应成为 WTO 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 WTO 改革不改革，怎么改，中国是中坚力量，就应该听中国的，用中国方案。可是凭什么 WTO 那么多的国家要听中国的呢？要被中国改革呢？你看中共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欧洲共同体，到了今天的欧盟；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今天的美墨加协定；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东盟等等。中国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贸易协定 RCEP 的完成，与欧洲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些都说明了区域经济合作与全球经济合作、区域经济组织与 WTO 发展是并不相悖的，而且呢，原则也理应当如此。这话的意思就是 WTO 也应该听我中共的话，不然呢，我也可以不要你。我有并行的、不相悖的什么自己的各种非洲条例了一带一路了 RCEP 了贸易协定了，我自己已经掌控了东盟、亚洲、欧洲、非洲所有的贸易链条，包括贯穿中东和亚洲的这个一带一路，对不对？我中共还有那么多我自己建立的贸易区呢，我凭什么要你 WTO 呀？对不对？我可以不要。那你 WTO 要么被我拆解，要么听从我中共的话，按照我中共的意愿按我习近平的意思去改革。不改革你走着瞧，对不对？实际上呢，这些民主大师整天说 WTO 被中共渗透了，怎么样了，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WTO 它现在为什么能被中共控制？不还是利益问题吗？现在这些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奴隶工，高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而中国的奴隶也高度的依赖西方的这些资本工厂，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怪异的互相的寄生关系。而中共呢，它不管是压榨中国人还是渗透西方人，它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句话中共一直都没有骗你们利害国又赢了，中共是最大赢家，这句话真的没胡说，你们要谨慎呢。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好了中共在这几年努力的对外渗透，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游戏规则、自己的贸易体系、自己的中国模式、贵族人权体系，它正在瓦解二战以后的秩序。而美国、台湾则是在这几年的所谓保守主义、退缩主义、固步自封之中，渐渐地失去了世界的控制权。那么它失去了世界的控制权，也就会失去了利益来源。当然了，这是我们墙外有人权的人该考虑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谈论政治的，我们有政治自由。至于墙内的这些韭菜呀、奴隶呀，你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了。危险离你们越来越近了，真不是开玩笑的。你们自己整理一下，去查一查，看看共产党的这些鼓励小孩捐器官数量要纳入城市考核指标，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可怕的。而且呢，你们的孩子以后呢，初中毕业就会被筛选掉，学技工，进工厂当工人
你以为是逗你玩的？你以为共产党制定的这些规则是为了能让你们翻身做主吗？哦，你们都当奴隶主了，那谁来当奴隶呀？对不对？你们还是首先的考虑一下自己的赚钱养老、自己的孩子上学就业发展的问题吧。如果各位有理财、出国移民的问题，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可以联系面具人我。那具体的我就不在这里打广告了，你们可以看我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和留言区，有我的联系方式。好了，拜拜。